爸就说你不好好读书，以后就跟这些叔叔去工作。那我就跟我爸回答说，爸爸，我可不可以不要以后？我不要以后长大变那样，我现在就想变这样。这段时间，因为我们现在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有家庭有小孩啊，然后工作也都很忙碌，这样有一些情况会听到的是，哇，觉得人生好像只剩这样了，心里也知道我现在眼前的工作呢是为了生存，为了让家里有好的生活品质，所以我们才继续做。但是啊，每天在重复相同的工作内容，总会觉得哇有点空，虽然生活品质好，但是就觉得有点没有期待感。这一集呢，我邀请到一个我的朋友阿涵来聊聊，究竟我们在接近中年的时候，到底该不该转行？而在这背后呢，需不需要有哪些准备跟思考以及勇气哦？今天的这个来宾呢，他之前在保险业已经经营了14年，算是底子打得很深了，算是人生的第一桶金呢，就是在那边。可是他却在做的风生水起的时候，然后毅然决然的就决定转行，然后去听从他内心的声音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或许可以聊出一些对你来讲也会有启发的观点哦。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，我是你的好朋友 Jaco。嗨，我是阿涵。阿涵，你能不能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转行之后，你现在是做什么？我转行之后，我现在在做自媒体。对，那时候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玉生，也是你的好朋友。我们有一天开车要去台南的耶诞城，我开车嘛，然后带着我们家的老婆小孩啊，他带着他的老婆小孩，这是在路上。然后我们最近然后他就在滑手机啊，他低头族嘛，就滑，他说，最近自媒体的人好像越来越多然后他觉得这一块我们可以去执行，我们可以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早期就有在摄影我们也会摄影，然后我们也会做影片，也会剪影片，那我们对一些光啊跟画面的美感也都是有的。他说不然我们来做这个好不好？然后我就决定OK，那我们来做这个。所以其实你现在的自媒体主要是教别人拍摄嘛，对不对？拍摄技巧。对，然后灯光剪辑，对，所以你日常的工作就服务业主或者就教学这样，对，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做业务是这样，如果可以撑过前1-2年，原则上他一定可以赚到一些钱，对，但是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倦怠期，会在5-6年之后，对，会又再一波，但是如果那一段又过，他可能底就扎得很深这样。对，你那时候在保险的时候，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？你那时候做了14年，大概平均讲一个大范围就好。好，年收入是不是？对。而老实说，我其实金钱概念跟数字观念没有很好。但是有一次，我妈要跟我一起跟我们合并报税的时候，然后她就跟我说：“永涵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这5年，你已经赚了1000万。”我怎么都没看到钱。我去报税才知道。所以我觉得就过得不错的时候，要小心税单被家人发现。对。像你当时啊，如果保险其实这样的收入，我觉得在高雄已经算蛮不错的。对，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现哇，这样的生活还不是你要的？你想要做出一些改变？其实这生活也不是我要的，但是呢，那时候我39岁，那一年我39岁，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，我都要40岁了，我想要去做我想做的事。那时候要转职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前辈啊、主管啊，就跟我说：“你都已经做这么久了。”对，他说：“你怎么会在这个年纪你想要转职？”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你那时候小孩几岁啊？2、3岁。看，那你蛮冲的因为我觉得一旦有小孩之后，很多时候都会先求稳。对，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说，中年才是你人生下半场的开始。我都已经快要40岁了，如果我还不去过我自己的人生，我的下半场就会被这个工作绑住了。是，对。所以你那时候比较像是想要换一个生活形态，那你已经知道说你离开保险，然后是有找到一个要做的事要去做了吗？对，因为我从国小就在工作，我国小就做水电。我小时候不爱读，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哦。我小时候很不爱读书，也读不好书，
然后我们家有时候有那个水电师傅来修理电灯啊，或者有弄点什么东西啊，或是那个中华电信来接电话线啊，对，我都一直跟在旁边看，然后帮忙递工具，然后问东问西。然后那个师傅走了以后，我爸就说：“你不好好读书，以后就跟这些叔叔去工作。”然后我就跟我爸回答说：“爸爸，我可不可以不要以后？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去？”他会以为你是在赌气。我说：“我不要以后，我不要以后长大变那样，我现在就想变这样。”所以你那时候就真的去了？我就去了，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工具。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人家的生日礼物是什么电视游乐器啊，什么机器人啊。我小时候的生日愿望，我希望我爸送我一个生日礼物，是一个工具箱，里面要有10支起子、1支起子、老虎钳、尖嘴钳、斜口钳，这是我小时候的生日愿望。国小，然后后来我爸就让我被我一直撸，他就让我去了，然后我就去家里附近的一个水电行，假日在那边打工，寒暑假去那边打工，然后就学了很多一技之长，所以我的身上有蛮多这一类相关的技能。像你那时候从保险之所以觉得要有一个转变呢，最主要是你想要试试看，把你过去小时候喜欢做的事情，能不能变成是你自己要的事业，是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你那时候会想要转职的其中一个选择。对，那我额外问一个现实的问题，保险不是都会有续领吗？我现在还在领。你现在在领，所以这个也算是你的底气，来这边可以花钱不看菜单的理由。对，来这边是真的花钱不用看菜单啊，因为这里很便宜。好，那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是，那你那时候要转职的时候，有没有闹家庭革命？没有你老婆？我太太她很支持我做的任何决定，因为她知道我一旦做了决定，谁也就是她不支持也没有用。对，所以你完全没有跟她沟通过这件事。有跟她说我不要做了，我要去做另外一件事，但是我已经决定了，然后已经在整顿这件事情、筹备这件事情，我才告诉她。所以你不是跟她商量，你是通知？对，对，他其实蛮尊重我的任何一个决定，那我也很尊重他的一些他想要的生活，他想要的模式，因为彼此都给互相足够的空间，所以你们这段默契还 OK， 还 OK。好，所以像你从原本很稳，对不对？收入很稳，然后转换跑道，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一丝丝的后悔，或一丝丝的就是动摇啊？你那时候怎么走过来的？有，确实有。那时候就是当你发现你在烧你的本的时候，你会紧张，你会看着你的钱越来越少，进来的钱不会变多。你刚创业嘛，大家都是这样。我那时候啊，大概1个礼拜要喝1到2支 whisky， 每天晚上都要喝 whisky， 我才有办法睡觉，否则我会躺在那边翻到2、3点，然后睡大概3、4个小时我就醒了。有一天晚上我也是就喝个一杯2杯 whisky， 然后要进去睡觉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女儿，我们3个是睡一间房间。然后我进去那个房子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们2个睡得甜美的模样。然后女儿这么可爱，老婆这么贴心，我觉得我是不能倒下，我必须要撑起来，让他们过好的日子、好的生活。我必须要让我女儿可以完成她想做的事，完成她的梦想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没有去做这些事情，我如果没有把我自己撑起来，没有人可以当我的靠山。我很喜欢一种讲法，就是所谓的成熟啊，就是意识到长大之后的所有事情，问题到自己开始，对，可是问题也到自己结束的概念，这样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有把那天的心情跟你老婆讲吗？没有，真的对，那我请玉生圣连结给他。可以。就是通常夫妻要和解呢，就来上节目，然后我就会帮他剪一个 reels 来给他。你觉得现在如果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们，假设他心里有一个疑惑，就是他正处在当时39岁那个时候的你的状态，有一个心里想要做的事，跟原本已经稳定的收入，他在这里犹豫。如果是以你走过这一段的经验，你会给他什么想法或建议？这边我要给他们一句话，你过去的经验不会是你的包袱，是你未来的资本。因为我过去啊学过很多东西，什么东西我都想要学，我学习的欲望是很强的，什么东西我都想要学，那什么东西都学一点，那边学一点，然后这个会一点，那个会一点，那你的兴趣大概就会在这个区域里面环绕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把你所学过的这些东西集结在一起，会变成一个强大的你。对，
为什么今天会聊这个中年转换跑道的议题哦？因为阿涵他是自愿在原本的跑道不错的情况下转换，而我呢，反而是被迫，就是情势所逼，我才得转换跑道。而我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尤其跟阿涵的交流，我真的有发现一件事是，当有一天你可以意识到说，我们的生命真的超级有限，那我们在转换的过程就比较能够去顺心而为。可是前提是这样，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真的要够清晰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跟阿涵其实是来巴厘岛这5天才认识。大概跟他的相处就知道说他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主，可能以家人以他自己，但是呢利益不是他放在相对高位的追求。那你像我自己的话，就会是我知道我的价值观仍然是以家庭为重，可是还有一个是我认为呢，有一个也很重要的是人生我想要善用接下来剩下来的时间，因为真的就命就一条而已。曾经有一次是这样哦，我老婆跟我讲的，我老婆就跟我说，她会担心台湾会发生一些不好的情况，所以呢，她会担心生命怎么样，她甚至为了这个担心到睡不着，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坦然的回答她，我就说，说真的，就算真的发生什么事，我完全不会觉得怎么样，不是因为对人生没期望啊，我觉得比较像是，反正我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是很想要的。只要我现在还有命可以做，那每一天呢，我去选那一个我想做的那一件事。但是前提是我们有撑起应该要负起的责任。对，那只要我是在这样的路上，哪一天该走就走，我就还好。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真的是，当我们面对一个选择，到底是要不要换的时候，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，有些时候你可以先分析利弊，但是有些时候你可能要去分析的是你的价值观，因为呢，怕的是你没有思考清楚。假设是转行之后，你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，但是收入变少，可是你的价值观认为是当一个好爸爸、好妈妈是很重要的，甚至是当一个可以孝顺爸妈的儿子很重要。可是当我们选择了一条路是收入变少，能够支撑他们的力量也变弱了，那很有可能你在追寻自己的路的时候，你会怀抱更多的愧疚感。因为更重要的人我们没顾好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年转行啊，它有可能是你心里的一个讯号，让你去厘清说，你知道眼前的生活好像已经不能满足你接下来的人生追求了，但是该转换跑道的这个选项里面呢，可能有一些是你在权衡利弊的。那我想说的是这样，虽然说我是被迫转换，但是我现在蛮开心的，原因是因为当有一天你真的是做着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，也可以让家里的经济得到一些支撑，我觉得那一种心情呢，真的比我以前，因为我不敢谈其他人，比我以前就是我知道我要去工作，或者我知道我要去公司，我要去店里，但是我知道去的这个动作，我心里就不想上班。对，只是我需要把事做好，这样好。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喽，感谢阿涵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